上一集呢，我分享了 W2 收入的10个省税的方法。如果你还没有看，建议先回去看一下，因为那一集讲的是基础必做。但今天这一集呢，我要讲的是更进阶，很多人不知道的10个省税策略。如果你是高收入的 W2， 这一集更重要。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 Judy， 在美国生活超过了40年，有8张的专业执照。每周六晚上，美国东岸时间8点钟，我会固定和大家分享最新的影片。我做这个频道呢，是希望华人在美国少走弯路，享受生活，安心退休。如果你对这类有关于美国生活、税务、移民、退休的影片有兴趣的，非常欢迎你订阅、点赞、收藏和转发，也欢迎你用留言区的连结和我预约咨询。如果你正在做退休的规划，有很多重要问题需要提前准备，例如说如何避免退休后税越来越高，如何建立稳定的退休收入，如何避免资产被市场波动的影响，如果配偶先离开，另一半如何生活。我整理了一本退休规划电子书，里面呢都把这些问题都做了一个系统的整理。如果你有兴趣，可以发 email 到右上角的这个电子邮箱，我们会把电子书连结发给你。那第3类呢，就属于高净值的工具了。那这一类的省税工具呢，主要是以捐款为主，比如像 Donor Advice Fund。那做法呢，就是把现金或股票一次性的捐到了 DAF， 当年也可以拿全额税务抵扣，直接降低了 W2 的应税收入。那重点就是呢，你可以今年先省税，然后呢，以后的几年再慢慢的决定要捐给哪些慈善机构。那下一个呢，就是 Charitable Remainder Trust，CRT。那 CRT 简单的做法呢，就是说先扣税，然后再拿现金，最后呢做慈善。也就是说把资产呢，通常是升值很多的股票啊或房产呢，放到 CRT 里面。那当年呢可以拿一部分的慈善扣除，降低了 W2 应税收入。同时资产呢在信托里面呢，它也可以卖出，也可以 defer 这个资本利得。那你还可以每年领收入，最后呢再把剩余的资产呢就捐给了慈善机构。那下一个做法呢，就是 QCD Qualified Charitable Distribution。 其实 QCD 呢不是直接用来帮 W2 省税的，它的做法就是说70岁半以上的人呢，可以从 IRA 直接捐给了慈善机构，避免以后退休金太多，或者只是有 RMD 的问题了。那 RMD 就是政府强制你退休的时候提领退休金，到时候你的收入就会增加，而让你的税负增高。那接下来呢，就是529教育基金。529教育基金它的核心啊是投资免税成长，钱放进去之后呢，只要用于教育方面的支出，那收益是不用交联邦税的。如果投资529，那有些州甚至于还可以抵州税，或者是给税务折扣，直接的降低了税负。那每年可以放多少呢？基本上联邦是没有硬性的规定，但是一个重点就是说每年每一个人呢，他可以免税呢，比如说像夫妻呢，每一年每一个人可以给一个孩子19000块，那么夫妻2个人呢，给一个孩子1年就可以有38000了。而529呢，它可以一次性的预存5年的金额，也就是19万了。第4类的节税计划呢，是有关于房地产策略的。比如说 cost segregation 是针对有投资房的朋友呢，他把房产加速了折旧，那前期呢就造成了大量的账面的亏损。这是很适合有 REPS 的身份或者是短租规则的朋友。那么这些亏损呢，就可以直接拿来抵扣了 W2 的收入，降低了当年的税负。接下来我们要讲的呢 REPS 呢，就是 Real Estate Professional Status。这个是一个房地产的专业身份。 IRS 的规定就是说，每年花在处理房地产、买卖房地产等于或大于750个小时，而且时间呢是要超过你其他工作的总时数的话，还有就是必须是要实质参与和管理。那这样子的话呢，房地产的亏损部分呢，可以从被动的亏损变成了主动的亏损，直接拿来抵扣 W2 的收入，降低了税负。那下一个跟房地产有关的是 short-term 的 rental， 就我们刚刚说的啊。那这种情况就是说，比如说你有一个 short-term 的 rental property， 举个例子，比如像 Airbnb， 那平均的租期少于7天，而且你有实际的参与的话，那 IRS 就可以把这个当做了非被动收入了。那产生的这个折旧啊亏损可以直接抵 W2 收入，也是一样降低了当年的税负。第5类的节税计划呢，就是保险与结构了。那这一类的计划其实并不是直接的帮您节省了当年的税负，而是可以让您呢不再缴第2次的税，或者是延税，或者是保护您的资产呢不至于缩水。那第1项呢，就是有 cash value 的 life insurance。
这个是保单里面有现金值的终身寿险。终身寿险的保单内的现金值呢，可以长期的积累，那以后用钱的时候呢，就是免税的借款。我们就是做其他投资，比如说包括了股票啊、买 ETF 啊、房地产等等，我们是用税后的钱去投资，赚了钱之后呢，还要再交一次税。但是终身寿险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那接下来我们谈一下年金。年金呢，其实就是像是给自己存的 pension plan 一样啊。如果把钱投资在年金，以后就有终身的收入保障，而且可以细水长流，不会一次提领太多的收入。那如果是 Roth IRA 转换成年金的话，以后的增长和提领的时候就不用交税了。那这种策略呢，其实也是避免了2次交税。那最后一项呢，就是 long-term care 的规划。那长期护理的规划呢，主要是达到了资产保护的作用。万一以后老的时候啊，需要长期护理的话，它的费用太高而没有做规划，有可能会把您辛苦一辈子存下的积蓄都用光了。一句话总结呢，就是用长期护理的保单来避免未来支出被侵蚀。好，最后我总结一下20项 W2 收入的朋友可以做的省税的计划。第一个就是 401k， 第二个是 Backdoor Roth IRA， 第三个是 Mega Backdoor Roth IRA， 第四个呢是 HSA， 第五个就是 FSA Flexible Spending Plan， 那么第六个呢就是 Deferred Compensation， 第七个呢是 RSU Restricted Stock Units， 第八个呢是 Capital Loss Harvesting， 第九个呢是投资 ETF， 第10个呢投资 Municipal Bonds， 11个呢是可以做 Donor Advice Fund， 那12呢是可以成立一个 CRT Charitable Remainder Trust， 那13呢就是做一个 Qualified Charitable Distribution QCD， 那14呢就是做一个 Word 9的 Plan， 15呢是如果您有 Rental Income 可以做一个 Cost Segregation， 16呢就是做一个 REPS Reps 房地产专业身份，那17呢可以考虑做一个 Short Term 的 Rental Strategy， 18呢就是买一个 cash value 的 life insurance， 一个终身寿险。19呢是做一个年金，而20呢是做一个 long-term care 长期护理的规划。W2 想省税呢，其实不是靠很多的条法和规则，而是靠延税，比如说像 401k annuity life insurance， 加上了免税，比如说像 Roth IRA、FSA、HSA， 加上了结构，比如说房地产啦，或我们刚刚说的信托，然后加上时间收入的分配，像刚刚说的deferred compensation 或者是 RSU。 希望今天的影片对拿 W2 的朋友有帮助，欢迎您的收看。如果您对这类有关于美国生活、税务、移民、退休的影片有兴趣的朋友，非常欢迎您订阅、点赞、收藏和转发，也欢迎用留言区的连结和我预约咨询。我们下个影片见。